用双方都打进，哎，走，现在不能打，预备。注意看，右边的黑人选手竟然恶意挑衅中国选手，现场裁判越是阻拦，他越是嚣张，越是来劲儿。这个黑人狂徒就是来自于马达加斯加的姆巴佩，此人在中国拳坛臭名昭著，经常在比赛开始之前恶意搞偷袭，挑衅对手。这个家伙不仅赛前嚣张，赛后也是一个好色之徒。比赛结束后，在当众表白中国颁奖小姐，不顾对方感受，强行送给对手鲜花。好，观众朋友们，正在出场的选手就是狂妄恶徒、好色之徒姆巴佩。观众朋友们，不要搞混了，他并不是身价数十亿的足球明星啊，法国姆巴佩，而是来自于马达加斯加的姆巴佩。好，注意看这个家伙，厚厚的嘴唇，长得是奇丑无比呀。好，这场比赛迎战他的对手正是来自我们中国年仅21岁的中国小将许志伟。许志伟刚进入到拳坛没多久啊，12战绩总共才打了这个8场比赛，但是观众朋友们啊，其中呢他赢了6场，输掉的2场比赛啊，也不是被 KO 啊，而是判定，因为当时对比赛规则不是很了解啊，刚打拳击啊，输比赛也是很正常的。哇，观众朋友们的确长得太丑了啊，像一条鲶鱼。我觉得说它像鲶鱼有点侮辱鲶鱼了。好，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来看一下本场比赛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好，注意看红方选手中国小将许志伟，刚刚说错了，他不是21岁啊，19周岁20岁，而这个姆巴佩是25岁。对，红方许志伟控的距离控的很好，是，而且因为散打出身嘛，所以打得更灵活一些。漂亮，很漂亮的。Adrian 其实感觉是比较偏那种硬的选手，对，很好。就是速度还是有差别的。是，从两个人身材的维度来看，差不多是吧？从两个人身材的维度来看，我觉得，哇，这个动作很厉害。这个姆巴佩呢，常年混在我们中国打比赛，从22岁来，现在25岁啊，混了3年了，中文啊也学了不少。那么他曾经在媒体面前用他蹩脚的中文表示，说我们中国人的人好打，中国的钱好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因此他才敢赛前啊频频的挑衅啊，频频的叫板。但现在已经不是20年前了，我们中国选手、中国小将，一个脾气比一个暴，一个打法比一个猛。所以说呢，对方越挑衅，我们这边越生气。你不激怒还好，你一激怒啊，反而成了中方选手的兴奋剂。好，许志伟这个小伙的确是敢打，敢往里去冲。虽然说才19周岁，但是表现还不错。就是比较年轻啊，打法上来讲呢，欠一点火候。能不能把红方打累了？但是你看他战术是怎么安排的？我也不知道，因为在第一局目前来看的话，蓝方就是属于一直在压，但是动作很少。对，一直在被打。引击，我很喜欢红方的这个气氛，而且速度好快。对，他是个反架，你的后手塞的这个很直接。是的，而且他不只是会用一个技巧，又定膝，又做变调，也有脚步动作，更丰富一点。虽然说我们看这个姆巴佩在局面上压的的确是比较凶，但实际上他的有效打击数啊和进攻出手次数少得可怜啊，几乎是没怎么出拳。反观是许志伟啊，这个小伙呢边推边打，他并不是单纯的后退啊，而是呢这个诱敌深入，然后再找机会。那对方的确是老油条啊，你看他的防守很及时。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好，那第二局开始啊，看蓝方的教练是怎么给他布置的第二局的战术。对，我也希望他可以快一点。他现在一直就第一回合一直被打了，一直被控制。我觉得他可以压多一点，然后自己先出拳，而且用组合拳，不能单独打的。
单独根本找不到。节奏感慢。哦，哎呦，对，现在开这始，来的好猛啊！对，哦呦，又来一下，踢中了，这第二回合刚一开局，我们看这个姆巴佩呢，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啊！观众朋友们，压得很凶。哦，要小心了。对方看起来似乎呢是想要火力全开，想要真正意义上压制我们的中国小将。看来对方呢不仅嚣张啊，还真有点本事，还真有点刷子。后手打的是很好，是的，这力量，他有点迎击，后手塞的很直接，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像这力量渗不进去一样？来了一下，好，非常好。许志伟年轻的这个特点啊表现出来了，在吃拳之后呢，他不后退，这就是比较年轻的一个表现。你越是和我打啊，我越是和你干。好，注意时间，还有1分钟。目前局面上来看，我觉得志伟的表现可能是稍微有些被动。但是打击数上、分数上来讲还好，因为这个姆巴佩他的出手次数呢是非常少的，因为打拳效果非常好。这个会话还有剩下来40秒钟。哦，他看起来也不差。哎呀，两个人都很抗打。对，你看我们在这听着啪啪打的声音响，特别那个膝盖蹬腿腿法就声音就是那个弱的感觉，砰！对，所以两个人这个徐志伟他丰富的进攻好漂亮。好，观众朋友们，双方的比赛来到第3个回合了，看一下两个人的精彩表现。不知不觉打到第3个回合了，那许志伟这个小伙呢也是逐渐找到了状态。在前面的2个回合呢，许志伟这个小伙过于的低调打的是过于的比较内敛。本身这个小伙子看起来也是文质彬彬的像一个3好学生。哎，漂亮，这敢打了。而且这抗击打能力真的可以，我们看吃到姆巴佩的拳他不仅是没有后退连头部位移都很轻微，看不到是被打退的感觉。中了，对，读秒钟了。 3, 4, 5, 6, 他起不起来。 7, 8. OK. 刚刚感觉很重啊。所以两个高。好，立 KO。让他继续。现在感觉教练他们在吵架。还可以继续，还可以继续。好，这个情况有些特殊。那姆巴佩的团队扔出了毛巾意思是投降。但是姆巴佩站了起来，表示还能打。注意看时间，第3回合呢还有一半不到的时间了，1分多钟。那么在前面是有2次击倒，1次读秒。好漂亮，有感觉了。我们看许志伟连拳带腿，打得不错。两个人连拳带腿，谁也不服谁都不服。这是真打出感觉了打出这个火气了。整场比赛最精彩的一部分估计全在这儿了。两个人相互换拳之后，
怎么？哦呦，又有拳又有哇，打好多次了哇哦，互相拼，又来了，好精彩！精彩，很好。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结束。那么双方的比赛呢，在前2个回合呀，也是略显枯燥，但是最后一个回合，尤其是最后的这个1分多钟啊，打的的确很精彩啊！双方呢是玩了命的拼拳啊，谁也不服，谁也不怕。那么赛前对方呢很嚣张，我还以为对方多强呢，没有想到就这点本事啊！好，让我们恭喜中国小将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一致判定。十分感谢屏幕前你的收看与支持，下期视频再见。德国9冠王身披9条金腰带，扬言要亲手打死中国选手，拿下第10条金腰带。我现在已经有9条金腰带了，第10条我打算亲手打死一个中国选手来获得，因为中国选手在我的眼里都是不堪一击的病秧子，3拳打死一个绝对不是问题。他是来自于德国的拳坛杀手，出场时永远戴着一副面具，并不是伪装神秘，而他是一个真正的杀手。平均每3场比赛就要打死2个人，他的比赛从来没有判定，只有 KO。如今已经在国际擂台拿下52连胜以及9条世界金腰带。听说他要打死中国选手来获得第10条金腰带，中国猛将欧阳锋霸气迎战。好，观众朋友注意看，马上要出场的便是我们中国拳坛悍将欧阳锋。我相信经常看金庸小说的观众朋友们啊，对欧阳锋这3个字绝对是不陌生了。但当然，那欧阳锋并不是他的外号，也不是他的化名，而是他的本名。他姓欧阳啊，名锋。好，注意看，头戴斗笠，手拿权杖，正在出场的便是欧阳锋。欧阳锋在国内的话也是非常厉害啊，28战27胜。就在前2个月啊，他在日本的东京啊拿下了一条金腰带。我们注意看后边举的这条腰带，正是他在日本拿下来的，也是继妖刀卫瑞以及刘策第3个在日本夺冠的中国选手。好，赛前欧阳锋呢，为了避免和对方啊会发生意外情况，也就是说呢打出命案，所以说早已经签下了免责合同，早已签下了传统的生死状，签字画押，计分高低，也决生死。好，比赛开始，看一下红方选手欧阳锋，蓝方选手德国悍将帕斯卡。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太兴奋了，千万不要错过！哇，生死对局，高手对战高手。哦，要小心！哦，这是地板有些滑吧？这2个人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啊！对方呢是偏泰式，和一些个部队的搏击，而欧阳锋呢是纯粹的散打和自由搏击。这场比赛我从局面上来看呢，对欧阳锋来讲很不公平啊，压力自然是不小了，因为帕斯卡的身高、臂展还有腿长都很恐怖。漂亮，连续击服。欧阳锋是一个拳商极高，而且打法非常绵密的选手啊，他能黏住你，而且进攻的频率很高啊，和日本的这个顶级选手武尊的风格呢稍微啊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之处。欧阳锋的拳法的确是非常绵密，漂亮！哇，抓住对方啊，所有的进攻空档。只要帕斯卡稍微敢一出手，哦呦，稍微一出手，我们的反击立马给上。这场比赛欧阳锋的战术就是打反击。感觉帕斯卡在欧阳锋的面前呢，就像是一个身体不太灵活的老头，每一个部件好像都生锈了。而欧阳锋我们看，哇哦，
非常绵密，就像雨点一般砸在对方的身上。基本上帕斯卡出一拳，欧阳锋能出3到4拳。好，注意看，漂亮前摆哦。最后1秒钟的时候，明显帕斯卡被打晕了一下。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铃声救了对方1条命啊！再给10秒，不用10秒，我觉得5秒，欧阳锋都有机会啊，可以 KO 对手。好，第一回合很明显了，欧阳锋在局面和点数分数上那优势满满。我们来观察一下欧阳锋的刚刚的精彩回放，找对方稍微一出手，欧阳锋抓住对方的这个空档，速度很快。没有错，这里就是最后1秒，明显是一个后直给对方打晃了。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观众朋友不要错过。欧阳锋1997年出生，27岁很年轻。我觉得再打个5、6年的确是没问题。这个帕斯卡以前并不是一个拳击手以前是一个职业杀手没有错，你可以雇佣他，然后去刺杀别人。当年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据说是从未失手，但是他听说呢，打拳击赛可以挣得更多他便来打拳了。而且帕斯卡我们可以看到他出手次数呢并不多但每一下都是打对方的命门或者要害。由于欧阳锋现在的反击呢打得太准了，帕斯卡是不敢轻易出手。哎呦，只要敢出手，他的这个空档立马露出来。好，一次读秒，对方帕斯卡并不认可这个判定，但是很明显他被打倒了。双方第2回合还有1分钟的时间。漂亮，轻松摇闪，欧阳锋身材太灵活了，有机会，有机会。哎，怎么不打了呢？哎呦，欧阳锋能感觉到他这样多打一会儿并不想那么轻易的结束比赛。看来今天他是有一些想要调理这个帕斯卡的意思。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是在日本，观众朋友们并不是在国内打，因为像这种生死对抗赛我们国内是不太提倡的。好漂亮，前手，后直前摆，后摆，帕斯卡又有些晃，哎呦，总是在这个时候，马上有结束的时候，欧阳锋能抓住一个机会。好，比赛第2回合结束，我觉得今天KO 的概率，观众朋友们是很大的，主要欧阳锋想不想去 KO 他了。好，那么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最后1个回合的精彩表现，看一下欧阳锋能不能 KO 这个德国9冠王。忘记提这个事儿了，观众朋友们，对方是9冠王，赛前身披9条世界级金腰带非常的唬人，非常的吓人。左胳膊挂4个，右胳膊挂4个，腰上挂1个，一共9个。这一次他打算要战胜中国选手，拿下第10条然后戴到脑袋上，好漂亮！
欧阳锋这种绵密的进攻呢，的确让对手感到非常的窒息。亚德帕斯卡真的是喘不过气来。如果说帕斯卡是一个职业杀手习惯一击毙命，而欧阳锋更像是一个行刑者，叫人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很难受。漂亮，再来。注意时间，最后一个回合还有1分半的时间了。我还是希望欧阳锋呢能够 KO 对手。好，这下是推倒，并不是击倒。总感觉欧阳锋现在是故意在拖延时间故意呢在不去 KO 对手他在折磨对手，这个意图太明显了，因为有很多机会，欧阳锋并不是没有把握住，而他不想打，这比杀了对手还要难受啊。好，最后30秒钟。哇，对方已经不行了。哎呦，这怎么自己把自己给摔倒了？如果加赛一局的话，我都生怕对手真被打死。好，比赛终于结束。那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可以说是毫无争议一点争议都没有，因为欧阳锋的优势和局面优势太大了分数上更是不用多说了，一拳又一拳像雨点一样打在对方的身上。好，恭喜欧阳锋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也是终结了对方的52连胜，同时也让对方的10条金腰带泡汤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人们话不能说太满赛前牛皮不能吹得太响。那么恭喜欧阳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中国选手一出场，全场的老外都惊呆了，各大知名频道、各大媒体都抢着来转播这一场比赛，因为这是第一次有身高2.2米的中国巨人来挑战美国拳坛。曾经在美国篮球界有一个东方巨人姚明打出了名气，让老美知道了中国人一样可以制霸 NBA。如今又来了一位神秘的中国巨人，向美国拳坛发起冲击。我们看视频当中这个身材魁梧的巨人，他就是董建军，身高2.23米，臂展2.19米，绰号泰山。听说董建军的到来，美国的各界名流大咖、世界级拳王都前来观赛，都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位神秘的东方巨人到底有怎样的本领。我们再看视频当中现在的老外，就是董建军本场比赛的对手艾利克斯，身高1.93米，臂展1.95米。这个艾利克斯可谓是信心满满，因为他相当的瞧不起我们中国人，还在公开的场合羞辱我们中国人是瘦弱的猴子。无论长得有多高在他的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所以说本场比赛他是主动申请来做董建军的对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位神秘的东方巨人董建军到底有怎样的本领。好，费特比赛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在身形上的差距，这可不是一丁半点董建军高了对方将近30公分。
其实董建军最开始呢，他还真是一个篮球运动员啊，但是后来他发现啊，自己对传统武术啊，对这种搏击啊更感兴趣，所以他便自学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武术啊，包括散打，包括像韩国的跆拳道，他也学过。美国选手埃里克斯，他嘴巴非常的硬，但身体啊，我们看非常诚实。比赛刚一开始呢，他把这个距离啊把控得很远啊，打得很猥琐，很谨慎。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一个身高2.2米的东方巨人啊，站在任何一个人的面前，我相信，都会被这种气场所吓到。好漂亮，打晃了，简简单单的一个前手，对方刚刚这个眼神啊，已经有点迷离了。董建军他是居高临下，打得很舒服。哦，倒了。但这一下应该是董建军啊把对方给压倒啊，并不是击倒，没有给到读秒。哎，干什么？观众朋友们，他把比赛要打成这个综合格斗吗？他想摔董建军，有点意思。其实我们别看董建军啊长得这么高，但实际上仔细观察他的步伐呀非常灵活。当然了，这要归功于他曾经的篮球训练，因为篮球运动员的脚步和步伐都是非常的花哨啊，跑得也都很快。哦呦，前手倒了，很清晰，这绝对是一个读秒。好，现场裁判也完全没有包庇对方。哇，只是一个前手，观众朋友们，轻轻的那么一点啊，那么一动，对方就倒了。我甚至感觉刚刚董建军啊，可能发力还不到30%啊，还不到30%的力，可见董建军的力气有多么的恐怖。我真的无法想象，如果董建军一会儿啊全力打出一拳，会是怎样的感觉。你看，很轻的啊，轻轻的一拳。而且刚刚这一拳也很快啊，的确是不好防。好，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已经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埃里克斯，美国选手会不会改变战术？能感觉到他是想往里冲，好像打内围。哦呦，轻轻一碰，轻轻一碰啊，又倒了，什么情况？你要困了你就回家睡觉去啊，这个找老婆孩子睡觉去啊，别在这块打拳了。这个美国选手埃里克斯啊，我严重怀疑他学习过日本的空手道，这拳法来也空空，去也空空啊，打得很凶，就是打不着人。哎，什么情况？我们这个谈笑间啊，他又倒了。你看，把这家伙累得满身都是汗水。漂亮，前手又打晃了，又倒了，又倒了。哦，但这一下裁判没有给到读秒，也算是照顾对方一下。现在美国的埃里克斯啊，他已经是完全失控了啊！他知道自己呢可能在技术上打技术啊绝对打不过了，所以说便背水一战，玩了命的啊，大力摆拳。哎呦，倒了！这一下裁判你还怎么包庇？比赛结束，比赛结束了，观众朋友们，这位神秘的东方巨人，他今天让我们见识到了他的风采。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精彩回放，看一下董建军这一拳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前手啊！这场比赛董建军的后手拳啊还几乎没打，
And that's a jab. Imagine if you take a right hand from this guy. Yeah, and a couple times he did throw them, he just didn't land them clean. Here's Rosman trying to create. 要身材有身材，要技术有技术。观众朋友们，这简直就是无敌了！有一个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黄种人的骄傲。好，恭喜董建军，同时们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